大家好，薛亮今天跟大家快速的聊一遍马丁斯科西斯1976年的电影《Taxi Driver》出租车司机。有很多的观众通过留言也好，私信也好，跟我请求聊这个电影，可能有几十个这样的请求。那我今天就把这事儿圆了吧。看一下这个电影的片头，听听这个音乐，感受一下画面。好，就这么长吧哈，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令人不安的音乐，很紧张的一种压迫感的，然后画面上呢是一个蒸腾的水汽，就像在地狱里头在被熬炼的人们的感受一样。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我曾经聊过的冰雪暴，我觉得是有一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啊。大家如果仔细去想一下，那只不过是说那是在白天的达科他州或者是明尼苏达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公路旁边，也是用的一个压缩的一个长焦的镜头，然后音乐也是非常的令人不舒服的，然后车也是这样，几乎是你感觉不到它太大的运动划过整个的影片的。那我相信很多为什么观众去要求我讲这个电影，也是因为知道薛亮曾经讲过冰雪暴，可能薛亮可以去聊这些其实还蛮黑暗的，游走在一个道德边界，在有很多邪恶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和故事里头，能够咀嚼出来一点点其他的不同的意义的，那可能就是我的观众群吧。那我也觉得说这两个电影《冰雪暴》和《出租车司机》也许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呢，它的这个善恶观念本身哈，我觉得可能更加的模糊。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喜欢这个电影是因为觉得能够从罗伯特·德尼罗所演的这样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很多的影子，或者说能够感受到他很多心里头的其实是有一些病态的想法哈，无论对这个世界也好，对自己的期望也好，那种正义感也好，可能都不是很到位，而且这些事情还不停的在折磨我们的内心。今天就时间也不多哈，我们就开始吧。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漫谈，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OK， 这是纽约市的晚上啊，和很多的城市的夜景一样，有很多的罪恶晚上就出来了哈，无论是说性工作者也好，贩毒的也好，当然这方面可能美国的城市的安全可能要更差一些，而且这事情不是说今天近10年才这样的哈，这是在他描述的这个电影应该是197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越战，因为罗伯特·德尼罗演的这个司机就是一个越战老兵啊，他们是一个其实很多的道德崩坏，很多的迷惑，很多的价值的错位都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纽约市那更是这样的一个，它既肮脏又有活力，极其的纷繁。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目光就像这个司机一样，更多的看向那些负面的时候，当然这地方就是一个活地狱。所以这个影片当然主要基本上是这个司机的一个主观内心世界的一种投射它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这个世界的本源。这也是这个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大家要想到就是说罗伯特·德尼罗在这个角色他的名字叫什么呀？叫 Travis Bickle。Travis他这个我看过那个编剧他自己解释 ，Travis 其实就是用的那个 traverse 就或者说 travel 这个词的那个词根，就是一个行行走走或者穿越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后面那个 last name Bicker 可能有2种的可能性的解释，一种是说和那个司机的这种安全带一样。You buckle up, right？ 把保险带带上，因为他是一个司机，他始终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要把自己的安全带带上，就是和他司机的身份是非常吻合的。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 traveler， 他要游走在整个这个
城市不安的各个的角落，甚至说第一幕戏，等一下我们也许能看得更具体一点。他去面试的时候，人家说你害怕不害怕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啊，像什么哈雷区啊，什么这种就是黑人聚集的比较多的地方。那他说 anytime anywhere 哈，任何时刻任何地方，我没有什么害怕的。所以他是个 traveler， 他是一个可以游走在这样的一个秩序和混乱的边界，他甚至并不太害怕去直面那个邪恶，因为他越战都已经经历了，对吧？他知道这个世界很肮脏，知道人性有多败坏。然后他同时他的痛苦在于说，我甚至不害怕这些罪恶本身，而是说我得不到休息，我得不到平安。他第一场戏里头准备面试，为什么要当这个夜间的这样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因为司机嘛，这个车行已经买下来之后，就恨不得这车就24小时都在工作。其实这个是个整个世界的现实哈。我相信当年北京的第一个中国的那些出租车司机也是这样，有时候2班倒，有时候是3班倒，他故意去搞一个这样的一个夜班，因为啥？因为他睡不着觉，不得安宁。只是为了就是说，哎呀，我总得做点什么，要不的话我躺在床上不就更疯狂了吗？影片上来之后啊，就是第一个镜头给的就是主人公的一个超特写的眼睛，这样的一种不安的眼神，他在盯着这个花花世界哈，这样的一个晚上的灯红酒绿、红男绿女的这样的一世界，整个他的眼神反映出来的是纽约城晚上的这样的一个霓虹灯。霓虹灯的颜色有最多的几种，可能就是红、绿，对吧？然后黄。你看看整个这个片头的时候，就是说啊，窗户也是模糊的，好像还在下雨当中。这个下雨本身在这个影片里头，或者是说水汽的这样的一个外面的世界呢，是一种好像能够假装能够清洗的一种感受。怎么说呢？水是代表可以把罪恶洗净的一个东西，但是白天你洗，你最后才能看清楚这东西到底洗没洗干净。但你晚上你被什么洗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电影本身有一种其实是模仿宗教情节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水洗受洗的这样的一个想办法把那个罪恶除去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是同时因为人自己本身的这种限制，这个主人公本身的精神状态是濒于疯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使得他带有一种其实是假自己幻想出来的一种救世主情节。Travis Bickle 就是一个假的自己认为自己的弥赛亚，而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并不一定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糊涂，如此的虚假，如此的丑恶，以至于他最后行为呢，通过了一番杀戮之后，他自己幸存下来呢，又被别人认为某种程度上的高尚。这个高尚不是一个内生的高尚，而是一个偶然的混乱世界里头随机产生的东西。所以很多观众，可能特别是男性的年轻的观众，甚至会以这个 Travis 作为自己的英雄去效仿的话，那真的就错了哈。其实这个电影本身，我们要知道马丁斯科西斯本身是一生在自己信仰上比较挣扎，到了晚年比较笃定的一个天主教徒，而写这个剧本的 Paul Schrader 本身也是一个加尔文宗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们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其实描述的是一个混乱和邪恶。当然它没有它的好处，其实恰恰在于说 Travis 这个角色的复杂程度，他是以一个比较心里头比较扭曲的人去写的，但是你写出来之后呢，让你感觉到他带着一些神圣，带着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角色，所以人们能共情的缘故也恰恰在于是这个样子的。那继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殊摄影，是一个可能是慢门的这样的一个长时间曝光形成的一个看不清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这个本身是一个比我们视线更加梦幻、更加虚假的一个东西，这就表明了主人公内心的这种接近癫狂的一些感受。
然后看到这些红男绿女哈，晚上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而 Travis 本身他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一个 loner， 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哈，张楚的那话说的，基本上你看他的眼神，他就是在一个冷眼的以不能够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同时去对这个世界抱有几乎是一个绝望的态度，是一个憎恶，他希望能够审判这个世界的一个眼光。OK， 然后就进入了片头之后第一场戏。我们首先看到他穿的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他是从头到尾多次穿上的，这个叫 M65 的一个夹克，这是当时美国军方的这样的一个战士的一个夹克。这个夹克在全片他为什么一直穿着呢？有几种不同的意思哈。首先是说，他本身作为越战退伍老兵的这样的一个昔日的身份，这是他很难去丢掉，也是他摆脱不了的。战争给他的创伤是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弥合的。而他自己同时在跟自己在征战，他自己应该去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发疯？这个对很多的退伍老兵来说，回到城市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甚至说越战这些老兵，他们本身当时去的时候，以为自己是为了一个美善和公益和世界和平，或者 whatever 意识形态能够给他们赋予的这样的一种崇高的目标。但是去了之后，本身自己遭受了很大的痛苦，慢慢发现我们打的这场仗毫无意义，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打。而在国内的政治气氛呢，又使得人们对这个越战几乎是一个完全反道德的一个评价。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带着任何的荣耀。你想想，一个战士本身在战场上目睹了那么多的人间悲剧之后，回来又不被自己的人民所能够理解，甚至说排斥。这个东西对人的这种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这个战士本身也是跟自己征战的一种身份的象征。其次，他还在向这个世界宣战，他没有打算去融入这个世界，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不对，所以他作为一个战士的姿态仍然在保留。而这个身份到最后，他把自己的头发留成那个 Mohawk 这样的一个印第安的这种战士的形状的时候，达到了巅峰哈。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要准备用这个枪支重新去毁坏他所讨厌或者他想毁坏那些东西了。咱们慢慢说第一幕戏。OK， 当然这个电影本身的摄影，我觉得说非常非常的耐看啊。看上来之后，这个空间感就非常的错乱，对不对？是画里有画呀，是画中画呀。借着这个等于说出租车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他背后还有一个小窗户，后面的人还在起着争执，然后他们这个对话基本上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我们刚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你看这边也是后面一堆烂事，人们在冲突，而 Travis 这边右后方也坐着一个老头，还在去调动街上的这些车，应该从哪个街进哪个街出，因为这个交通也非常的混乱啊。无论是前景还是背景，全都是混乱的。然后他讲清楚，就说我睡不着觉，然后他去这种 porno theater 的时候，去色情电影院看，这是一个几乎是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买卖啊！曾经这个东西是存在过的，而且这个编剧本身 Paul Schrader 他本身这就是他根据自己经历写的。他是一个当时在洛杉矶，然后他老婆跟他离婚，他自己也找不到什么工作，他找了一个女朋友，然后人家也看不上他，然后他白天是给人家一个炸鸡店送货的。真的是开的这样的一个车，天天到处就是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他有几个星期甚至完全没有跟人说过话，所以他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一种投射。而我确实觉得说，在整个的这个电影里头，出租车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符号啊。就是说，你想想，还是这个主人公的名字，他是一个可以去很多地方的人，他可以出现在 anywhere。好像挺自由的行走这个世界，但是他同时把自己封闭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头，那个地方就像是一个棺材一样，他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狭窄的世界，又好像完全没有自由。
必须得 buckle up， 所以是 Travis Bickle 哈。Bickle 还有一个可能的意思是说，就像不停的逼逼哈，就是 bickering， 就是说口角这种意思。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想办法，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不太好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而且这个出租车本身的里头的这个空间呢，还像是一种告解的地方啊。这当然就是说跟马丁斯科西斯本身的信仰，我觉得很有关系。你想想，这个电影里头，我们看能不能找到那一段。曾经出现过马丁斯科西斯，等于说对吧？这是导演本人就坐到这个后排去了，然后他很奇怪的说：“你行，到地方了，给我靠边 pull over 之后呢，本来那个 Travis 就直接把那表就给他打下来了，意思你这多少钱的车费，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谁让你给我把表打下来，给我继续算钱啊，我都给你钱。原来他要把这个 Travis 过来之后，他说你往这个你的左边看啊，看楼上几楼什么，看到没有？第几个窗户，对吧？这一段说看到一个女人没有？说那女人。那我老婆啊，然后他说什么？你知道他和一个黑鬼在一块生活，他用的那种完全 slur 和 racial slur 这种在主流已经完全不能够说的那种词。然后他说，因为他跟他在一块儿，是吧？然后他就开始讲，就是说自己说多么希望用那个马格南44号口径的哈，把这个女人的脸轰了，然后把这个女人的下体也轰烂。他在这用这样的一个口炮的方式去幻想他自己希望能够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很无能的一种精神的状态。那其实就是说，我们整个看到全片的时候。Travis 其实他跟好几个人有过这样一个几乎是无效的沟通的方式哈，除了这个他曾经一度非常痴迷的一个金发美女哈，这个帮助这个一个参议员竞选总统的这个 campaign manager 之外，他对他曾经一度是非常着迷，他希望能够说跟一个女人建立一个感情来逃脱他自己的孤独。然后呢，他还曾经和自己就是说一个4人组啊，他们是个晚上深夜的司机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他其实也和别人合不到一起，我看能不能找到大概这一段啊。这几个人里头，你看这4个人里头，一个叫 Wizard 哈，就这家伙就是巫师啊，就是他是一个假哲学家，他可以经常给大家一些其实没什么鬼用的人生的哲理的一些帮助，但其实他曾经。Travis 有一次就直接跟这个 Wizard 说，咱俩出去聊一聊哈，我真的是说我觉得我心里头脑子里头全是那些非常不好的想法，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然后 Wizard 给了他一些建议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实实在在的帮助他。但是就像刚才马丁斯科西斯说的那些话，这个马格南44的这把枪的这个念头呢，就 somehow 就埋在了这个 Travis 的脑子里，以至于让他最后走上了那一条危险的路。同样的 Wizard 在给他人生建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吊诡，他说你知道吗？男人是需要工作的，然后男人工作着，他这个工作就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或者是成了他的全部。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就是他被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定义的。这一句话其实不能够帮助到 Travis 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但是却好像提醒了他，就说呀，那我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把这个参议员当众把他杀害掉，然后甚至最后去找那些皮条客的麻烦。他觉得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叫 vigilantism 哈，这种自我正义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我把这个整个世界的执法权放在我自己手上，我出去当判官和警察好不好？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试图去定义自己的一个新的身份。所以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还是回到第一段落。第一段落其实最重要的那个意思就是说 anytime anywhere 啊，它是一个完完全全
不是特别害怕去长时间工作，而且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沉溺于一个让他疲劳的东西，能够得到休息和平安。这一点上，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找到共鸣，就是我们真的有时候不能够闲下来哈，闲下来之后反而觉得更加的焦虑了。很多退休的人，他们的不幸也在于这样，人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找到自己的生活的意义了。所以说呢，这些意义你最好不要指望在这些东西里头寻找哈，不要像那个 wizard 讲那些东西，你觉得说啊，我只要好好工作，努力赚钱，我就可以能够得到平安，得不到啊。当你去陷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时候，其实还更可怜。OK， 这场戏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摄影上的特点，或者是导演上的一个决断。就是这样的一个从上往下拍的这样的一个 bird view 或者是 overview， 是从上往下直接看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镜头。那这些镜头每一次出现，好几次出现啊，其实都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上帝视角啊，因为在最后他枪杀的这一段最著名的结束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运动镜头啊，这是当 Travis 已经把一个皮条客，把一个嫖客，再加上一个在外头给这个厨妓去算钟点的这样的一个，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看门人哈，把他们打死之后自杀未遂哈，因为这时候他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嘛，然后警察也来的时候。啊，这当然是很有名的镜头了哈，就是说自己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动作本身是 Travis 对死亡的一种嘲笑和就是说，哎呀，我可以 play with death， 我还怕什么呢？对吧？老子连死都不怕，能怕你什么吗？但是他有没有恐惧啊？其实有啊，他就是对生的这种恐惧。他试图用对死的无惧去控制不了啊！当然，阴差阳错的就是说 ，somehow 最后他被这个幸存下来，没有死，然后还成为一段佳话。这个我觉得和这个编剧加尔文宗的这样的一个加尔文宗的人相信什么，就是拣选啊，拣选的是意思就是说，人你看起来有自由意志，但是某种程度上，上帝如果使用你的话，你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被使用在任何可能的目的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again， 这不是这个整个，我只是对，这是一个非常过简化的对加尔文宗的一个描述哈。你像这个镜头，这个垂直的这个运动镜头是非常非常的 grueling 哈，这简直是血腥透了，然后又肮脏，整个的光照是如此低照度，然后这个地方本身床就是这个肮脏，虽然床单是白的，但是上头溅满了这一次屠杀带来的血。我们也知道这是厨妓接客的地方，然后这个所有的红色沙发都是肮脏的，血就更肮脏，好像但血本身。又在基督教里头，它是一个可以说，如果是上帝的宝血的话，它是可以遮盖罪恶的。这个地方这不是上帝的宝血，但是好像也从某种程度上把这些恶人除掉了，对不对 ？Again， 这叫是一个 pseudo 的，就是一个假的这样的一个清洗，假的一种公平和公义，假的这样的一种最后好像能够正义得以伸张，邪恶被铲除的，没有，这个事情仍然是一个表面化的。这个镜头本身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哈，你看从警察的这个头顶过去，然后经常能够看到这个悬下来的这个灯罩，这个视角比那个灯还要高哈，这个阁楼里头阴暗的提供光源的东西并不是那个最终的真相，而是有一个超越的更高的秩序的存在，我觉得这是真实的。OK， 我们再回到第一个桥段，他不是等于说就应聘成功了嘛，对吧？他出来之后，这个镜头本身也挺有意思，是一个长镜头，然后向左摇的。Travis 从这个地方从右边出画，然后看到车进来，黄车进来，然后再从他的左边入画，整个他的这个离这个世界的这种游来游去游荡的这种本质和他的名字再一次形成了很好的一个对比哈，它可以是 crossing 的，来来回回转，
游走在白天和黑夜之间，游走在自己的正义感和这个他所认为的这个世界全然败坏的这样一个边界当中。然后在这个地方突然就直接来了个跳剪哈，同景别跳剪几乎是。然后他还是有这样的酗酒的问题，其实当然这个酗酒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是看他在面包上直接倒上那个酒去吃哈，只是为了获得这样的一个休息。然后他自己的居所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这个也是一个镜头的向右不停的pan，然后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voice over 话外音，是主人公自己，他是一个写日记的人，然后他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导演和编剧吧，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样的一个，其实我们如果只是看外表几乎无法理解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again 这些是纽约的水雨下起来的，但是这都是一个虚假的捷径这个东西本身仍然是一个肮脏的。街头的这些东西他自己本身，这是通过他日记里头写的，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恶评的你看他用的这些词 ，horse、skunk、pussies 这非常非常脏的词这个如果说直译过来，我想就是臭 ABC 然后 buggers、queens、fairies， 它这些很多词现在都不能用了比如说这个 Q LGBTQ 里头的 Q dopers、junkies。然后他可以去为这些人去做服务。我相信做出租车司机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出租车司机本身的哥是非常非常能砍的，他们因为见过的东西非常的直接和肮脏。特别是跑夜车的这些人，真的是能够接到很多的性工作者，很多喝醉酒的人，对吧？很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吸毒的人。我第一次听说中国有吸毒的人，就是从一个的哥那儿听的。他刚好就说刚才刚接了一个客人，那家伙都瘦成和鬼一样的了。然后我们原来的一个小区里头也有出租车司机有时候聊。他们经历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奇葩的事情，然后自己也经常很危险。像我认识的一个人，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知道他曾经是一个的哥。他说那个晚上经常就被几个赖小子，然后就把他的钱都抢了，还不行，还要打他一顿。他就说我就真的是跪在地上给人家使劲磕头说爷爷不要打我。但是他亲口跟我讲的他们的这些非常非常奇葩的一些经验。OK， 你像这个镜头就是模拟这个车的这样的一个前边的这个俯拍的，离的地面非常近的这个地面上的这样的一个虚假的捷径，其实是流满了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水和液体，对吧？像他自己也说，他说真的是说我们这个后座他说我每天交车的时候，我都得 make sure 我要把那些 cum wipe off。什么是 cum 就是精液就是人的那种体液。说就是你看看这个整个的桥段，还是为了给我们建立一些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他所目击的这样的一个肮脏的世界。可是呢，这个肮脏的世界难道不是 Travis 自己主动的选择吗？对不对？你不需要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吗？那你人的注意力是这样的当你努力去寻求什么样的一个验证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看到它。如果你确实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希望的话，你确实你就会用任何你看到的东西来去 validate 你这样的一种观念，然后从而他就陷入一个更深的一个绝望。像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旁边的消防栓被这些neighborhood 的这些孩子们就直接拿出来就玩嘛，这是纽约很多关于纽约电影里头都出现过的情景甚至说西区故事那不都是这样的吗？看他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按道理如果这是一个水洗可以让人洁净的话，如果这样的一种洗礼可以让人涤荡人的心灵的话，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摇起来窗呢？因为你自己其实说我愿意让这个整个外面的这些东西洗净，但是我内心是拒绝变化的，很有意思。所以他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把车上摇上，他要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车借这样的一个水龙头清洗一下，
这当然就是整个斯科西斯本身的电影语言，他的视听语言在这个电影里头是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大规模的认可啊，他确实给人的这种心理上的隐喻，他的用的这样的一个霓虹灯也好，阴影也好啊，这些对比也好，颜色也好，颜色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暧昧，非常非常的肉感，是吧？然后整个的音乐由这个叫伯纳德·赫尔曼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曲家，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他是曾经给什么配过乐呢？希区柯克的什么西北偏北啦、晕眩啦、Psycho 哈，就是个精神病人，大家还看过那个，你都知道那个是多么多么著名的一段那个御史刀锋的那一段的音乐，那简直是让人几乎崩溃的一段诡异的音乐啊！就是那个人在这个整个的音乐里头，他所配出来的那种乐曲，你要是熟悉这个。那种老的这种色情电影的话，那就是那样的一种非常暧昧肉感和一个追求低级趣味的那样的一种爵士乐的风格哈。然后同时还有一开始听到那些比较惊悚的东西。我看他得不停的嗑药，然后但是他好像也是一种对待这个世界，我既能够和他暂时的平安的相处，一方面觉得极其的厌恶。大白天他下班了之后，你看整个这个选景的这个 location 本身当然是精心设计的，后面就是 adult movie 啊，成人电影叉叉叉3个叉限制级的，然后他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满街都是垃圾啊，对吧？满街都是垃圾，后面是这个整个精神世界上人们通过因为孤独，因为找不到这样的真爱，然后用这样廉价的替代品去满足自己的肉欲哈。好莱坞啊 ，adult movies， 然后继续喝酒，然后自己去进了这样的一个小色情小影院，然后他非常的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哈。这个镜头，他和这个给这个地方看门的一个小姑娘啊，就非要跟人家尬聊哈，就是哎，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人家真的就不想去理他。你到底要干啥？来我这儿的客人，我还不知道你们什么德行吗？你为什么要跟我搭讪呢？哎，但是他其实内心里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孤独哈，他在这样的地方，他才有可能和他这样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阶层的人有一个比较平等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然而就是即使有这样的小小愿望也是不可得的，旁边用这样的一个维纳斯的作为前景哈，这样的一个极其的低照度很硬的这种阴影的边缘。然后他最后尬聊了半天，最后不得不就是说买一些廉价的垃圾食品啊。看，再一次又通过一个上帝视角啊，去把这样的一个 transactional 的哈，这是一个完完全全交易性的，没有任何人和人之间真实情感交流的一场交易，用一个俯拍的镜头来表达。你像他买的这个可乐，连可口可乐都不是一个其他的可乐，可乐本身也是只是一个糖哦。关于糖，朱迪福瑟演那个厨妓在最后的时候也是啊，吃饭的时候就直接。本来是已经是枫糖浆的这种是 pancake 还是什么样，它还要再加上一层厚厚的糖啊！这个当然是说，表明了一方面，这个12岁的厨妓他还是一个孩子，居然还能够为糖痴迷；另外一个还真的是说，很多这种海洛因成瘾的人，他们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对任何味道哈，什么东西都是极端不节制的一种生活习惯。OK， 他最后买了一堆垃圾的食品啊，然后他其实，自己开的出租车呢，就像是一颗活棺材一样，他其实是极其不健康，对吧？长时间不运动，虽然他游走在城市，他可能比谁去的地方都远，但是他其实又是静止的，他刚好就说的哥的这个身份是非常非常讽刺的，然后又不好好休息，不好好吃饭，精神世界又是一个对世界是一个错位的一个扭曲的一个观念，你说他能好了吗？所以他最后当他痴迷的那个女人，咱们等一会儿再说哈。然后第二场戏呢，就是说介绍了这样的一个 Travis 非常非常痴迷的一个啊，他在日记上写的是一个女性啊，一个他希望
他对整个男女之间感情应该是怎么样，通过长时间在色情影院的浸淫呢，有一种错误的想象，尽管他甚至心里头是一个带有善意的。然后这女的呢是一个这个纽约的参议员啊，要竞选总统。We are the people 本身就是很怎么说，很 ironic 对吧？他是一个说，你看这些 politician 其实永远都借着就说人民的名义，对吧？我们都是是我们人民要发声，但是他真正他要做的事情能代表所有的人吗？这首先是不太现实的。现实政治本身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有矛盾，所以才有政治嘛。那这些 politician 一说就是说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啊，当然很搞笑的是说，另外一个男性的 campaign manager 和等于是 Travis 有一点点情敌的意思，然后他在这开始讲的这个 We are the people 还是 We are the people 哈，就是我们是人民。我们是人民等等的，就是这就其实怎么说都只不过是一个竞选的口号而已哈，很写得很好，我确实觉得写得很好。当然，这个整个电影我还是不认为是那种最伟大的电影哈，在我心中它还算不上那种 top 10、top 30的那种电影，它还是有一点点 surface level 哈。我觉得这跟编剧本身，你想 Paul Schrader 写的其他的东西，其实没有几个真正的好的东西。他和马丁斯科西斯合作了好几次，像什么《基督最后的诱惑》，还有一个应该愤怒的公牛也是他写的。但是这更多的这个他们之间形成的这种化学反应，是更多的时候我认为是马丁斯科西斯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更加 popular 的东西。OK， 这个整个的这个对 Travis 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痴迷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Zoom 镜头去进行联系的。整个电影里头，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场景都是以 Travis 的主观世界为主，但是其中有2场戏，刚才的这样的一场戏，以及后来朱迪福斯特和那个嫖客厨妓和皮条客之间的那样的一个被皮条客假装营造出来的2人相依为命的那样的一种东西，是片中唯二的，不是的哥本身视角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呢，都是别人的生活，都是蝇营狗苟，这个男盗女娼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是说在这个 campaign 竞选的里头，他们这种合作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虚假的，但是让人觉得安全，甚至很多人认为美好的一种男女关系。而在这个后来厨妓和皮条客之间，那当然更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榨取的关系，完完全全是那个皮条客为了控制这样的一个小女孩所编织的谎言，对不对？那他第一次已经决定了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暂时放在这个女人身上之后呢，又插了一些其他的灯红酒绿的镜头，然后这一次是说然后先插了一段他们4人组哈，这4人组一个人叫 Wizard， 刚才已经说了，另外一个叫这家伙叫什么？叫 Adoboy。Adoboy 这个秃顶的这家伙呢，是说特别爱去，他是一个很 social 的人，就是说他天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自己的实实在在的这些当的哥的经验哈，然后看到的很多甚至说吹嘘自己说有一个美女客人最后没钱了，然后就让我再跑到后座上，然后等于说用了这样的一种交易，然后他自己也挺满意。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发生呢？可能大概率不是哈，这是一种人和人之间，或者是男人之间有时候会，这叫 locker room talk 啊，就是说更衣室里头互相吹嘘，然后形成一种奇奇怪怪的一种不是很正常的男人之间，但是又是很真实的一种虚假的关系。大概率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哈，听起来是一个 fantasy， 这也是他能够建立自己虚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看起来很强大的、挺有魅力的自己的一种形象的投射。
这里头当然是，即使是这样深夜的谈话呢，Travis 本身也是非常疏离的。他其实你看这样的镜头安排，他是一个很小小的不起眼的角落上，在后景不是在前景的一个镜头。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黑人的就更少存在感啊，但是其中很重要的是一个跟他在一次 Travis 说我要跟 Wizard 我要跟巫师谈谈人生，然后出去的时候呢，他扭回头看一下，然后这个黑人的这个人，然后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手势哈，意思是说呀，因为大家给这个 Travis 起的外号叫 Killer 哈，说你是一个杀手，然后最后就不幸严重了嘛哈，他真的就走向了这个杀手路，所以就是种种的刚才所讲到的 Wizard 的这样的一个暗示也好。然后甚至说这个他准备去追求的这个女的，等一下会说的这些东西也好，这些想法就慢慢放在了 Travis 这样的一个不够清醒的脑筋当中，让他走上了最后杀人的这条路。马格南44也好，男人是应该通过工作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也好，然后这个黑人跟他讲的这个，哎呀，确实你是个 killer 啊，去杀，他就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啊，甚至那个女生，等一下我就直接先说了吧。这个女生就是说，你让我想起来一首歌，对不对？说那首歌里头呢，唱的就是说，他又是一个预言家，他是一个 prophet， 然后他又是一个 pusher， 是一个推动者，或者是一个试图去推进一些大的事情的人。然后这个事情呢，就Travis 一开始还否认哈，还是找到那一段再说吧。对，就是他最终把这个姑娘约出来之后，他们，你想这个时候约出来之后 ，Travis 就不再穿他那个老战士的服装，他也不穿那个在出租车司机上那种牛仔裤和普普通通的格子衬衫，而是穿上了一个西装。他试图去回到一个正常社会的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你想这个女人说，对，就是说 he's a prophet， 他说你呢让我想起来一首歌，然后说他是一个partly truth partly fiction 啊，他又有一些真相，又有一些是虚构的东西，是一个行动的一个矛盾啊 walking contradiction， 这个词其实就是整个这个Taxi Driver 的一个人生的写照，和我刚才讲的这种又在行动又没有在动，又是一个公开的，又是一个极端封闭的，对吧？又是看到世界不停的变化，其实自己永远都不变的这样的一种矛盾。所以这个说的非常的好，这个想法也慢慢的影响了 Travis 后来的这个决定。所以他本能的就是说，他不接受别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定义，他害怕被别人说出来自己的一个心情的一个真相，所以他直接就否认，他说 I'm not a pusher， 他把这个女人的这个对他的一个印象直接否定了一部分，说我从来都好像没有去 push 任何人，但实际上他最后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个真正的他想能够 push 这个世界，不管是说往他自己向往的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去推进也好，还是推进一个他所去真正因为他不好，所以我想毁坏的一个毁灭的方向也好，他其实真的去 push 这个事儿。OK， 然后我们就稍微快一点，因为我只打算跟大家聊一集哈，我们就看看 OK， 这又是一个他看到的这个混乱，他因为自己的睡不着觉，然后需要去吃药。这样的一个泡腾片所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混乱哈，这完完全全是一个混乱了，对不对？他的目光是可以聚集在这样的混乱当中的去。然后OK， 这个 Wizard 本身也挺搞笑的哈，还要跟他卖一个这个叫什么 Errol Flynn 的一个浴缸的碎片。 Errol Flynn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名人哈，曾经他是住哪个地方呢？他就住在穆赫兰道的那一片区域，他有一个豪宅，然后这个家伙天天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和现在的滴滴的这种性丑闻很像，就是天天找很多的这种 underage 的 girl， 然后
乱交哈，是一个非常淫乱的一个名人。然后他的那个，据说他那个整个的豪宅里头是就像加州旅馆所唱的那样一样哈，顶上都是玻璃，然后都是为了这样的肉体的欢愉、自我欣赏哈。然后有时候去对别人进行一些虐待的这种自我沉溺的一个罪恶的地方。所以这家伙在卖这个东西，这跟这个编剧施耐德的这个本身的经验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OK， 另外一个男人的这种不同和 Travis 之间的这种对照哈，这也是唯二的这种不是以 Travis 为主观的这样的一个。OK， 他约这个女孩出去，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再看看，按照时间线，下一个要交代的东西是什么呢？然后就是说，他还在喜欢这个女的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个女的所为之工作的竞选总统的人就上了他的车了，然后他突然之间表现出来一个极其的 social 的一种话也多起来了，然后也开朗起来了。但是你觉得他在车上使劲就是说，呀，我非常支持你哈，但是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政客在做什么，他也不关心这些人的政见，而是他通过了这样的一种和一个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一种形象，大家都认识的人进行一些交谈呢，感觉自己就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哈。然后当然他也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对这个他所迷恋的这个女人的一个好感，他觉得这个女人为他工作，我又喜欢他，那他所支持的我也就支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本来想从自己混乱的世界里头形成一个新的秩序，去让自己生活变得更有规律。然而这个东西很快的，因为他自己的世界并不是特别的有序和自洽，就崩塌了。崩塌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带的这个女孩去约会的时候，就直接去了他平时下班去的这个色情电影院。他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正常的一个事情啊，他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是一个正常的人和人的关系了。那个女的当然觉得很不舒服，也觉得他们不是同样的一个世界的人。那是，然后因此呢 ，Travis 为什么后来要想办法去枪杀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由爱生计，然后同时又觉得说我这个女的拒绝我了哈，拒绝我，那我就要把她所喜爱的东西毁掉啊，就是我得不到我就毁掉。然后同时也是通过就是说。在这个场景里头，他还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认识就是说这个世界太肮脏了。你们当政之后，他的简单的幻想就是说，政治家上去之后就会把这个世界弄得更干净、更和平的。然后，但是他用的这种词是一个政治家绝对不会用的词，对吧？说他把这个其他的这些人都形容成就是人渣。政客永远不会说这样的话即使是尤其政客，你想想，在政治正确的环境下，对任何对犯罪的人，他们都恨不得说这些他们都是无辜的都是因为这个世界把他们害了，所以他们也是值得同情的。政客是不会站他这样的一条路线，但是他仍然很虚伪的说我希望你赢我知道你是好人。他怎么知道他是好人？这个只是为了去表露自己的这个，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是一个有判断的人。其实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其实他对这个世界的善恶已经没有明显的一个对错的判断，他只是根据自己的孤独也好，被拒绝之后的羞耻感也好，种种的自身的心理的需要，而去选择下一个事情我要干什么。甚至他自己赚钱，他都说了，我赚这么多钱，我也不知道可以干什么，所以他最后把钱不是都给了这个厨妓了吗？对不对？OK， 在这个时候呢，第一次介绍了这个厨妓朱迪福特演的这个12岁的小妓女，然后通过也是这样的一个偷窥欲的这样的一个眼神整个在这个电影里头，其实 Travis 的眼神的超特写呢，就是他一个作为一个偷窥者的形象，而电影本身呢，给观众的其实就是一种偷窥者的角度。电影观众永远都是以偷窥者的角度去看的，看着一个其实你并不熟悉，你平时根本没有机会去观察的人的私密的内心的生活，或者实际上的私密的生活，对不对？然后这些眼神都直接对应就是最后在结束的时候那个非常暧昧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是说他再一次宰上了这个昔日非常痴迷的这个女孩之后呢，
这个女孩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形象可能也有所改观，因为这个时候 Travis 已经在报纸上被描述成了一个营救雏妓的一个英雄般的人物，是一个骑士般的角色。实际上他是不配的哈，他根本就也不是这么想的，就是阴差阳错，糊涂的人和糊涂的世界，然后来来回回扭曲，有时候就能捧出来一个英雄出来。看起来他好像也挺酷的，好像他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幸存和被表彰恢复了正常了。然而真的吗？也许没有哈。最后这个没有的这样的一个表示，首先是说，还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镜头里头，是不是这个镜头和我刚才看那个桥段的是完完全全对应的？他这个眼神里头实际上是充满我讨厌被拒绝，我也不会再被你拒绝了，然后我现在要拒绝你的这样的一个神经反射或者是情绪反射，对吧？他并不是真正的有爱呀。然后这个女的其实本来有可能说，哎，我们毕竟认识嘛，我给你通过车费也好，无论怎样也好，我们还是曾经有过一段真诚的交流的。结果他很酷的哈 ，so long 啊，就走了。然后看着这个可以说还是 Travis 在无论在脑中还是后视镜当中的这个镜头，看这个时候是真正片尾那个暧昧的地方。你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但是他这个眼神不是一个平安的喜乐的眼神，他仍然在寻找着这个世界可能最幽暗的、最能够引发他本能的这种缺憾感的一个新的目标，是这样结束的啊。这是一个这个电影可能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其实恰恰在于它这样的一种暧昧性啊，这样的一种多义性。OK，我们看到第一次他碰到了这个朱迪福斯特这种感受，然后别人给他撂下一个$20哈，就说没事啊，意思是说你给我闭嘴，就当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他把这20块钱还珍藏在自己的这个钱包里头，因为这是别人给他的，算是小费，他也不用上交给公司，但是他对待这个事情本身，说明他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能够迎合自己混乱内心秩序的一个目标和标靶。无论他是要怎么做呢，反正这个东西留在他心中了。again， 这些霓虹灯的这种色情的感受感觉，然后这种地狱般的蒸腾的这种井盖的气体，然后这种实际上的人的这种罪恶。OK， 然后你像他这是他在整个影片里头穿着最主流啊，最接近那个他心目当中的美好的理想的政治家的那个 Palantir， 因为他在想说这个女士既然是说为那样的人工作，我也要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但是他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唱片。这个唱片其实就是那个女人跟他吃饭的时候给他推荐那个东西，他给了一个人家已经有的东西，所以他并不知道怎么应该去跟别人去相处，然后他真的就带人家去啊，这是 sometime explicit provocative， 这都是成人电影啊，是一个瑞典的 Swedish Marriage Manual， 瑞典婚姻手册。这个女的非常非常的不能够理解。然后这个色情电影本身呢，还挺有意思的，在于说，它是用一种几乎是科学般的科教片的方式去讲，然后最后他们不得不分开。他被这样拒绝之后，他使劲努力去重新重置他们的关系哈。这个镜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他非常可悲的在打电话，明明人家是不可能再跟他联系了，然后他打电话给劝说人家说啊，我送你的花得到了没有啊，等等等等的。突然之间在电话中间的时候，镜头直接平移，向右侧平移到了一个空镜头的这样的一个走廊，电梯间的门口，然后我们听到是话外音， Travis 还继续在非常可怜可悲的去祈求，就是说导演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好意思，我们不忍卒读啊，这东西你看他，你都觉得说看不下去啊，太羞耻了，他太孤独了，太可悲了。然后他被这样残忍的，但是也是正常的被拒绝了啊。然后他所买的这些花无人可送，他
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上这些价格不菲的东西，最后全部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里头病态的枯萎掉，一点作用都没有。他所认为的美全部都变成丑的东西了，真实的全部变成虚晃的东西了。他所认为的秩序又一下子陷入混乱，所以他就像一个 loser 一样哈，他过来把这个女的骂了半天。这就是得不到之后，然后他又穿上了自己这个最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这样的一个衣服，因为上一次这女的跟他讲了，说咱们不是一路人，对吧？非常非常羞辱。那他在寻找OK， 这一段就是说马丁斯科西斯亲自演的这一段，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信息就是说，给了他一个邪恶的可能性，因为他这个地方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脏哈。你想想，他说我不仅仅是要拿这个枪爆他的头，打烂他的脸，而且我要打烂 gonna do a woman's pussy 啊。导演把自己放进来，当然也是一种自我解嘲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谁又比谁好多少呢？然后我觉得这也某种程度上是他作为天主教徒的一种诚实吧。而且在这一幕里头，戏里头，真的整个出租车更像是一个告解室啊，就是另外一个罪人在去几乎不加掩饰的把自己内心的罪恶的欲望，被这个罪恶世界所折磨到不正常的一种心态呢，诉说给他听了。他在这个地方扮演了一个假神父一般的一个作用。但是他被这个邪恶的话所影响，他最后就准备去买枪了嘛哈。这个买枪当然说也是他的这个朋友给他去介绍。你看这个地方是那个20块钱，他把那个当时朱迪福斯的厨技的皮条客给他留下那20块钱捏出来，特意的留下来，就是这是我的新的目标，我是不会为他放弃的。这个，然后下一场戏，他和这个你看这就是他和 Wizard 出来谈，然后外头的妓女还在打架，和这些一些调皮的一些小男孩打架。看这个地方，他已经几乎是一种绝望的向外界发出一个警示了哈。I got some bad ideas in my head， 我脑子里头全都是不好的想法。然后这个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能够想得多坏，他只是说 A man takes a job, you know that becomes what he is。 这句话没有帮到他，但是真真实实的启示了他。最后就说那我为什么不拿着枪去轰掉这个世界上我哪怕喜欢的，曾经喜欢的，现在又不喜欢的，我完完全全讨厌的，觉得他们也是坏人，他们实际上也是坏人的人，可以吗？他一边看的这个竞选的这些广告，然后一边就着酒吃这些麦片和面包啊，这是他的人生。然后当他有了新的目标之后，他就真的决定说，我不但要健身，我还要好好的吃一些真正健康的食品。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他找到了自己虚假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OK， 第二次碰到这个女孩，然后他去尾行人家。他每一次都是一个尾行别人的一个东西，他并不在乎他的这样的一种对别人的这种注目给别人带来的压力，他只是就是说，作为一个孤独者的这样的一个没有正常的视角的一个东西哈。所以总体来讲 ，Travis 绝对还是一个心理极其不正常的人，所以他最后其实做出来的那个事情还是一个比较变态的事情哈，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导演在荣耀化这个人，我觉得没有，导演只是说带着一个人的一个诚实的角度去看待我们都有可能变成的这种人的状态，是一个人极其幽暗的内心世界，我们人的本性的那种深层次的极其不安的那些东西。我们不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的想法和这些东西相似的，我们的孤独的感受，我们被人拒绝的这种耻辱，然后这种对世界缺乏秩序，对那些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人没有做什么的这种怨恨，然后对自己希望能够去
通过简单的努力去实现世界的救赎的这种狂想，全部都是不正常的，全部都是需要我们自己用生命的成长的方式去吸引这个世界向那个好的方向演进，而不是把这个世界吸引到我们身边来，这是有区别的哈。就说人如果说没有上帝的观念的话，那就是说你看看我多好啊，都学我 ，no， 别人学你，别人就毁了，一定毁了。而是说我们活着努力的去建构自己的生命，为的是表达一个至真至美至善的存在而已。你不能够完全表达，你只能部分的临时的表达一点点，那就够了啊！你其实目标是要去彰显那个神圣的存在的，那他不是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当然 too late to be redeemed 哈，他有一点点。这一段就是拿枪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属于是一种 fetish 了，这已经几乎是一种色情的这种表达。就是说 Travis 本身在性上头的这样的一个 frustration 和被 reject 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常年色情电影的这样的一个熏陶之下，这些枪本身就是他的一种阳具的一种延伸，他那个最后要喷射出来子弹就是他被压抑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的欲望，只是他找不到合适的投射的对象嘛，他始终也不知道在哪里应该怎样去寻找，所以这样几乎是一个用枪去描述一种他在用色情的那一部分去转化到另一部分的一种力量哈，那种利比多 libido 是一个人的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本身几乎跟肉体没有关系，而是一种我们灵性上的一种东西，所以整个他最后全买下来，然后他开始去像美国美人里头那个凯文史派西一样哈，我为了一个新的目标，我那个是为了泡妞，对吧？然后他开始健身，要好好吃东西，然后去练枪，然后在这个电影院里头去试图去，但他更好了吗？没有啊。然后下面就是这个镜子里头的这种自我欣赏和自我对话哈，这是最有名的，就是 talking to me， 然后他制作了很多机关啊，然后去把武装到牙齿，然后他要准备去跟这个特工啊，这都前面都是有铺垫的，他了解了一下，然后继续穿上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老兵的军装 M65 马甲。OK， 他终于想到，就是说可以做点什么的时候，你看这个是当然是他在镜子里头对话了。一方面表示了他的孤独，他都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说给任何人听。他同时他镜中就是这个混蛋哈，又 fucking sick， 又 fuck， 他自己其实是有一种 self-loathe 啊，自我厌恶的情绪在里头的。然后他其实无人可以诉说，也没有人能够听懂他说什么的时候，他在镜子里头，他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不经意之间，其实就是在跟自己说话。Are you talking to me？ 他既是那个想被伤害的人，又是那个施暴者，是一种自我毁灭嘛，对不对？然后最后，当他把那些人杀了之后，他其实就是说我就是通过自我毁灭，我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事情真正可以实现的，那我是不是以一个虚假的弥赛亚的方式，虚假的牺牲了，然后又虚假的复活了，还很有意思的一个pseudo Christian 的 idea。OK， 然后他就继续的头一次小试牛刀啊，这个是出于一个见义勇为啊。见义勇为的同时，也表现了，就说他是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啊，有一点点漫画式的风格，就是店主也被这些人烦得够呛，还多多少少印证了 Travis 自己心目当中我可以去主持公道的幻觉嘛，强化了他这个东西了，他就继续去谋着下一个目标，拿着这把马格南44的大枪啊。OK， 他开始观测这个竞选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头一次才发现，就说，你看，在这个他去踩点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去把他的头发给他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当然，这里头可以谈的细节还多了哈，时间缘故呢，我就不跟大家去
逐字去拉片了。在这一场呢，当然是说他和厨妓的皮条客的这样的一种对话。那他在这个事情上最震惊的一个发现就是说，那个依恋他的小女孩并不知道这个男人其实是那样去销售这个女人的小女孩的肉体的哈。你看他说的这些话 ，in the mouth, in the ass， 然后他这个事情是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的，也让他在慢慢的去建立他新的要去实施他自我主持正义的一个目标嘛。OK， 然后他和这个几个他最后要杀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第一次的接触，然后他在这个地方非常天真的希望能够搭救这个小女孩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更多的人能够更多的带入，就说我们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希望能够拯救他。就后来网上不是常说放下助人情节，我当然觉得说这句话不是全部的真相哈。你如果能够帮的话，为什么不帮呢？对不对？只是说这种帮助是怎么才能够帮助？那他也觉得说我要跟他好好的谈一下哈，我要让他告诉他更多的真相。这一场戏其实是蛮好看的，朱迪福斯特演的也非常的好啊。这就是说他放了果酱之后还要再放白糖等等等等的，他的这乎已经几乎是说对他控制他的这种皮条客的一种非常 naive 的这种想象，然后你觉得 Travis 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服他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最后 Travis 也是实实在在通过牺牲自己的金钱，然后取得了这个女孩的一点点的信任，然后这个女孩也从一个丰臣气极强的状态当中偶尔露出来一种本来属于少女的这样的一种气质。那这一场戏又是这个 Harvey Keitel 演的这个他怎么去精神控制哈，这才是真正的 PUA 这个厨妓的这样的一个给他一个虚假的安全感的一个桥段。OK， 他把家里头的曾经想去给别人的爱烧掉啊，这些枯萎的花草就是代表了他原来的这种对爱情的想象也好，对男女之间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也好，对世界的最后一线的希望的破灭也好。然后他写了个信给这个女孩，留下很多钱。然后这个竞选镜头里头最有意思的是说对这个后面雕塑的这个使用哈，你看在一个这样的一个 statue 城市的这种小广场的雕塑前头，后面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这个本身在画面上的趣味性和幽默啊，然后这种僵硬的一个表面化的一个令大家振奋的鼓舞大家的其实是谎言的这一种对比。它是一个死的，它是一个姿态而已啊，它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然后这个镜头本身啊 ，OK， 这镜头挺有意思的，横移的，都是没有面孔的啊，这些穿着还蛮时髦精致的各种各样族裔的人啊，有男的有女的，然后再有一个啊。就是叫什么行人让开哈，其实，然后最后再转到他的身上也是没有头，然后他拿出来一片药，然后放在嘴里的同时，镜头上升，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他的身份又有了一个新的升级，他已经从过去的一个跟自己征战、跟这个世界征战，曾经也跟战场上卖命的一个人了，变成了一个马上就要冲锋陷阵的一个原始的战士的形象啊！他是用这样的方式，你看这个镜头多好玩，几乎是像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圣杯一样，是吧？就是烛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他把自己的头取代了这样的一个偶像的一个位置，很有意思啊！这个镜头本身，然后放在这儿的时候，又像是一个多足虫似的，是吧？挺变态的，是吧？这是一个，你甚至可以说它长出来两个脚，
其实政客在这个里头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 demean 他们的意思啊，而是说这就是 politics 的本质。OK， 这个镜头再一次显示了这种 Travis 的孤独和离群索居和格格不入哈。你看前面的所有的人是一个层次的，然后就这个地方有个豁口，然后他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穿的衣服也不一样，他的头发也不一样，非常非常的独特。然后他这次的刺杀就失败了哈，早早的让人看到了一种不安，然后他就跑掉了。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还觉得蛮反高潮的，居然没干成。然后他这个再一次转移目标，然后把这个自己在镜子面前操练那个东西没有完全使出来，但也有一部分是他平时不会用的语言，对吧？当肚子上给了一枪，后面这一段当然就是说，非常的血腥和低光啊。据说当时拍的时候，其实比这个颜色要更加的鲜艳，那个血是非常非常红的，但是当时。MPAA 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他这一场戏呢，直接给了他定级，就是 X 级的成人级的。然后斯科西斯马上就快疯了，有很多种不同的传说，说斯科西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痛苦的说一晚上一直在喝酒，然后拿了一把手枪，准备第二天就要跟这个哥伦比亚的那个高层直接火拼啊，直接就说你们要把这个我的这么好的电影。让我还要重新剪辑的话，我就把你们崩了。当然有很多这时候民间的传说，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连杀3人吧，自己也中了枪，脖子上中了一枪，然后旁边中了一枪。最后他把人家该杀的杀了之后想自杀，然后就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了啊，就是很 ironic。然后就进入了这个长镜头的俯瞰的角色啊。然后非常 detail 的把这个原来的鲜红的这些画面呢，他们在后期把它的饱和度调低了，所以这个影片的分级才调成了后来的限制级啊。然后还专门特写了这个马丁斯科西斯那个角色启发的他这把大枪，他并没有用这个大枪去干那个人所想象的事儿啊，什么 blow her face 还是 her pussy 都没有，而是他干了这样的一场事儿。然后这个长镜头也挺有意思的啊。首先可能说调度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太多人和事儿在发生了。在当时来讲，马丁斯科西斯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可能拿到这样的制作也就不错了哈。地上还有这个小孩跳格子的这样的东西，垃圾，然后人们看热闹的人们，不知所谓的人们。然后最后没想到的是说哈，就用这样的一个简报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镜头，这里头有非常多的细节，其实可以说，但是大家应该自己去读一下吧。基本上是以话外音是这个Iris， 也就是这个厨妓哈，朱迪福斯特演的这个他爸爸写来一封信，然后就说我们感谢你为他所做的这个牺牲哈，然后把他营救了，他现在也回到我们身边了，我们现在女儿特别好，又开始好好的学习了，跟我们的关系也重新恢复了。就是客观上可能 Travis 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哈。那当然说这个信本身的真实性是不是有那么高？他的家人真的能理解自己女儿曾经见过的这些世界和肮脏吗？未必啊，可能他们女儿也不一定会跟他的爸爸妈妈说真话，他所在家里头表现出来临时乖巧，可能也是表面化，所以这封信本身就是一个可能的误解。那加上呢，也有可能整个这一个桥段都是一种梦境或者不存在的事情哈，这也许只存在于 Travis 的幻想当中，他幻想自己成为了一个大英雄，你甚至可以觉得是这么说。然后他们再一次，这个后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暧昧的一个结局了。总之就是这就是这个电影吧，非常的暧昧，非常的难以去定性，但是又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它里面涉及到我们内心真相的一些混乱。还是推荐没有看过的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哈。但是我个人呢也觉得只是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最伟大的电影，是一个还不错的电影吧。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